支原体感染后，阿奇霉素、红霉素吃了一大堆，咳嗽总不好怎么办？王大爷，一个72岁的退休老人，最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他因持续咳嗽就医，被诊断为支原体感染，并按照医嘱服用了阿奇霉素和红霉素。然而，几周过去了，他的咳嗽并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感觉越来越糟。这种情况让王大爷感到困惑和无助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支原体感染基础知识：一场常见却复杂的战役。支原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，主要由支原体细菌引起。这类细菌的特点在于没有细胞壁，使得它们对某些常规抗生素如青霉素类具有天然的抵抗力。支原体感染通常通过空气飞沫传播，这意味着咳嗽和打喷嚏等常见行为就能使病原体在人群中传播。该感染的症状多种多样，但最常见的包括持续性咳嗽、发热、头痛、肌肉痛和疲劳感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支原体感染导致的咳嗽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，这与病原体的生命特性和潜在的免疫反应有关。支原体感染的治疗主要依赖于抗生素，尤其是阿奇霉素和红霉素。这两种药物能够有效抑制支原体的生长和繁殖。然而，治疗支原体感染并非总是一帆风顺，有些患者可能会对这些抗生素产生耐药性，或者由于病情的复杂性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。此外，支原体感染有时还会引发并发症，如肺炎或哮喘，这些并发症可能需要更加专门的治疗方法。因此，虽然支原体感染在临床上并不罕见，但其治疗却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。药物之谜：为何阿奇霉素和红霉素有时无效？在支原体感染的治疗过程中，阿奇霉素和红霉素被广泛使用。这两种药物属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，主要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来发挥作用，有效抑制支原体的增长和扩散。然而，在实际治疗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些药物后依旧咳嗽不止。这种现象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，如药物耐药性、不规范用药，或是患者本身的健康状况。药物耐药性是主要的挑战之一。长期或不恰当的使用抗生素可能导致病原体逐渐适应这些药物，从而降低药物的效力。此外，不正确的用药方法，如剂量不足或疗程不全，也会影响治疗效果。同时，个体差异，如患者免疫系统状态、并发症的存在等，也会对治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。替代治疗策略与生活方式调整更多的选择。当传统的阿奇霉素和红霉素治疗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时，考虑替代治疗方案是必要的。首先，可能需要使用其他类型的抗生素，如喹诺酮类或新型大环内酯类。此外，支持性疗法，如使用止咳药、雾化吸入等，也可以帮助缓解症状。同时，针对个体的健康状况，进行定制化的治疗计划是至关重要的。生活方式的调整对于缓解症状和加速恢复也非常关键。保持充足的水分，有助于减少咽喉干燥和刺激，缓解咳嗽，确保良好的室内空气流通，减少空气中潜在的刺激物，有助于改善呼吸环境。此外，适量的休息和睡眠对于加强免疫系统和促进身体恢复也非常重要。患者还应避免烟酒和其他可能刺激呼吸道的物质。通过综合考虑药物治疗、生活方式调整及个体化治疗方案，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支原体感染引起的咳嗽问题，帮助患者恢复健康。拒绝支原体，从我做起。预防措施：支原体感染的预防不仅关乎个人健康，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首先，个人卫生习惯是预防的关键。经常洗手，特别是在触摸公共物品后，可以有效减少感染风险。其次，保持良好的呼吸卫生，比如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盖口鼻，
并及时丢弃使用过的纸巾，是减少病菌传播的有效方法。另外，避免密切接触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，如果必须接触，建议佩戴口罩，并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，这对于防止病菌传播至关重要。在人群密集的场所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停留，这样可以降低接触病原体的机会。身体健康、自我管理、健康管理。为了增强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，定期的身体锻炼是必不可少的。适量的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，还能促进身体的整体健康。同时，均衡的饮食也非常重要，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，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能够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。此外，充足的睡眠也是保持健康不可忽视的因素。良好的睡眠质量能够帮助身体恢复，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。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也是必要的，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群，体检可以及时发现身体的潜在问题，为早期干预提供机会。最后，心理健康同样重要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适当的放松和减压，可以有效提高生活质量，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通过这些综合的健康管理措施，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自身对抗支原体感染的能力，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。